红军一道传三友，在其道场紫霄宫收了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这个圣人级别的徒弟，当子三人一成出师后，又都别开天地，订立乾坤，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道场。其中太上老君将道场设在了大罗山上，并将道场命名为八景宫玄都洞，在此他收了玄都大法师一个徒弟。元始天尊将道场设在了昆仑山上，并将道场命名为玉虚宫，在此他收了包括南极仙翁玉虚12仙、云中子姜子牙申公豹在内的共计16个门人。通天教主则将道场设在了鸡鳌岛上，并将道场命名为碧游宫。他的徒弟包括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龟灵圣母、无当圣母等，共计万名仙人。当然，在这3位圣人中，由于太上老君只有玄都大法师一个徒弟，所以除太上老君之外，八景宫自然是玄都大法师说了算。通天教主虽有门人万千，但自他之下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还得说是多宝道人。他仅凭一句话就改变了通天教主对阐教门人的态度，并因此而引发了后来的圣人之战，也就是诛仙阵之战。还有从通天教主将摆诛仙阵的任务全权交给多宝道人负责，也能看出多宝道人在即教位高权重。那么问题来自元始天尊之下，谁才是玉虚宫最有权势之人呢？对自幼人说，燃灯道人是阐教最有权势之人，毕竟玉虚12仙和姜子牙都尊其为老师，这说明燃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非常高。还有从燃灯当家主持破尸绝阵也能看出他在阐教的地位相当高。那么燃灯在玉虚宫的权势真的很大吗？燃灯在玉虚宫的权势并不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燃灯并不是元始天尊的徒弟，这一点从玉虚12仙和姜子牙喊他老师可以印证。若燃灯是元始天尊徒弟的话，那么玉虚12仙和姜子牙只会喊他师兄。既然燃灯不是元始天尊徒弟，这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成为元始天尊心腹。如此一来，他在玉虚宫哪还有权势可言呢？还有，元始天尊曾安排燃灯去偷袭通天教主，将如此不光彩的事交给燃灯，这也足以证明在元始天尊心中根本没拿燃灯当一回事。既然不是燃灯，那么会是谁呢？对此，唐古认为元始天尊之下玉虚宫最有权势之人该是南极仙翁。之所以这样说，可以从3点看出：一，无论是在玉虚宫还是在元始天尊外出破阵时，南极仙翁都会常拜元始天尊左右。这说明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元始天尊这就是在将南极仙翁当成接班人培养。说白了，南极仙翁就是阐教的太子爷。如此一来，他在玉虚宫的地位自然就是元始之下、群仙之上的存在了。二，除玉虚宫太子爷的身份，南极仙翁在天庭也有一定地位。这一点从南极仙翁上天庭借宿、色云借旗可以看出。对此，封神原文写道：且说南极仙翁急忙收拾，换了朝服，系了叮当玉佩，手持朝户，离了玉虚宫，足踏祥云，飘飘荡荡，鹤驾仙行，引导。从南极仙翁穿朝服、执朝户可以看出，他在天庭也有官职在身。这说明南极仙翁无论是在玉虚宫还是在天庭都能吃得开，而这也是他有权有势的印证。三，姜子牙因无缘仙道而被元始天尊赶下昆仑山，对此学艺不成的姜子牙自然不肯走。在这种情况下，元始天尊大怒，并以天命不可违去让姜子牙死心。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南极仙翁开口，并以日后还有上山之日为承诺，去让姜子牙下山。要知道，元始天尊都没给姜子牙如此承诺，而南极仙翁却敢擅自做主见的承诺，这说明南极仙翁在玉虚宫也有话语权，其地位和权势自然也就高了。南极仙翁常年伴随元始天尊身边生活和学习，所以他住在元始天尊的洞府中，也就是昆仑山玉虚宫中。当然，有些人喜欢说是麒麟崖也是可以的，因为那里是玉虚宫的入口。南极仙翁在阐教中的地位非常的高，是元始天尊的第1代弟子，他是玉虚宫门人中的2号人物，地位仅次于燃灯道人。
如果算上元始天尊的话，南极仙翁是阐教一脉的3号人物。南极仙翁的修为是大罗金仙，已经达到仙人修炼的上限了，再往上走一步就是混元大罗金仙境界。混元大罗金仙就是圣人了，也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的境界。南极仙翁的弟子是白鹤童子，这个弟子有些特殊，因为他既是南极仙翁的徒弟，也是南极仙翁的坐骑。同时，白鹤童子还是元始天尊的师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白鹤童子虽然是阐教徒孙辈分的人物，但他在阐教中的地位非常的高，甚至比很多2代弟子都有实权。毕竟他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元始天尊，俗语不是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吗？所以有好处白鹤童子先分，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因为有元始天尊顶着呢。南极仙翁也是这样的道理。南极仙翁的坐骑有2个，一个是仙鹤，也就是白鹤童子，但因为他做了元始天尊的师童，一般情况下都跟随元始天尊，所以南极仙翁又找了一个坐骑。这个坐骑是仙鹿，其实就是一只成了精的梅花鹿。南极仙翁的法宝是无火七灵扇，注意，这把扇子不是清虚道德真君的无火七擒扇，关于道德真君的扇子后面会专门讲。那么南极仙翁的额头为什么超乎常人的高高隆起呢？袁议员留意到民间不同的神话传说。1. 母亲怀胎早产之说，10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是传说中的南极仙翁则不同，母亲一直怀了他长达9年。这并不稀奇，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据说母亲怀了他9981年才从母亲的右肋下出生。《封神演义》里，李靖的公子哪吒3太子母亲的怀中不也待了3年0 6个月吗？生出来就是一个肉球。李天王一剑砍去，哪吒跳出来就会说话。相传仙翁一直不出世，做母亲的心里着急，将家门口的石狮涂上猪血。寿星以为自己的出生日期到了，就提前出生，结果先天不良，额头就变得高长而隆起。2. 红军老祖的无心之举。元始天尊收了第一个徒弟南极仙翁后，师徒心中都很高兴，就去拜见红军老祖。不曾想红军老祖的法力过于高强，法力尚浅的神仙看到他就会化作血水。老祖见到像南极仙翁后，睁眼一开，徒孙的额头便开始化作血水。情急之下，红军老祖顺手将身边的百宝囊在他头上一按，这才救了南极仙翁。从此仙翁的额头上便有了红军老祖的印象，而寿星的法定也是特别的多。3.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说。人体的中天庭部位就是额中央，又称阙庭。天庭饱满就是指人的额头突出，丰盈隆起，即吉祥之意，也代表了富贵长寿。在易经命理等方面，也认为天庭庭长而丰隆，方而成阔者，主贵也。因为南极仙翁是长寿仙，又是民间的长寿星，道教特别注重养生。袁议员且认为仙翁的额头高隆与道教有一定的关系。人们为了追求传说中的长生不老，就美好地赐予了寿星一颗硕大的脑门。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喜欢请订阅、点赞、转发，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